嗨，各位好，我是 XOLI 部落的 Felix。上次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野猪流的用法，当然也有很多小伙伴提出了很多疑问，我们也尽量的在下面做回复，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注。那么我们的第二集呢，是现在全世界都在用的这个蝙蝠流派。那么蝙蝠流派呢，我们汇总了一下，大致分为蝙蝠狗球流和蝙蝠火龙流，还有蝙蝠雷龙流这么三种类型。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单头地狱塔，火龙流呢是单头或者多头或者少量的多头地狱塔，雷龙流呢是尽量去找多头地狱塔去处理。它们三种对应的阵型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蝙蝠呢也可以作为辅助兵种，比如说你在天女滑步可能滑不动的地方你要使用蝙蝠流去协助一下，当然也可以去为其他兵种做一些辅助。那么本期现在暂时不讲这个蝙蝠辅助的一个兵种，我们先讲三种主流的配置。第一场呢，我想给大家先放一下在 YouTube 上一个国外的部落，他们在做内部测试的时候呢，是用10本推平了一个自己的满房12，也不算满房吧，是个强12，这个是没有援军的。我们看完之后将以3场不同的流派各录1场，详细的为大家分析了以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分析呢，能把蝙蝠的这个流派呢用的更得心应手一些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10本推平12本的这么一个视频。 He tripled a Town Hall 12, heavy Town Hall 12 to check this out. 这个哥们儿说的大概意思呢，就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看我们部落里的互相友谊，感觉我操，这个再不调整平衡性的话，这个10本打12本，天哪，这是算什么呢？然后给发了一阵感叹。好吧，不听这个哥们儿一直在这儿赞叹了。然后这个原视频的地址呢，我也贴在视频的旁边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。然后他这次呢用的并不是蝙蝠流，但是用的是狗球。其实空军呢在 COC 的里面的重要性一直还是蛮强的。他是用蝙蝠和去吸引女王，然后用大龙去杀死他。所以说这个是蝙蝠作为辅助兵种的一个作用。好，那么蝙蝠流呢，总的来说给我感觉就是 COC 一定还是会把它调低的，就是把它的属性调低的。因为再不调的话，可能以后11本平12本，10本平11本，这些都是常见的事情了。但是空军呢，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还是要多练习练习，要熟悉起来。因为 COC 这么重要的一个配置，你用习惯了以后呢，就知道就是在使用空军的时候，你应该注意哪些防御型的建筑，也更清楚了就是应该怎么去打线路。那接下来呢，可能我也会多录一些空军的视频给大家看。这个10本确实是蛮强的，即使是没有援军，11本同本推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，还是蛮赞的。好，那这个就不看他打完了，我们直接去开我们自己的讲解吧，因为都是我们自己部落内部打出来的3星。第一场呢，我们就从蝙蝠狗球流开始，因为蝙蝠狗球流算是最无脑的一种流派了。我们按老样子来先分析这个阵，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主本外置的一个方块阵。那么这里就是值得注意的地方，所有的防空几乎都是地狱塔能够涵盖的范围，而且都是单头地狱塔。这样的话，你的所有的狗都会非常快的爆开了以后呢，很多小狗一部分会去打建筑，一部分会去打援军，大致是这个情况。那么他选择的线路呢，第一个是下英雄来爆主本，然后爆掉主本以后直接从3点钟到6点钟这么一排，这么一个方向，因为这个地方呢相对窄一些，便于狗和气球集中一排一字打过去，然后看哪边兵力少，然后就在哪一边下大气球。因为另外一边呢是3个法师塔，一边1个，另外一边是2个。好，这个阵的格局呢就是这样分析的，比较简单。我们来一起看看回放。啊，先下一个黑胖呢试一试陷阱，然后直接就下了蛮王，
那么蛮王呢，这个样子的话，没有什么陷阱，爆本是没有问题了。当然，蝙蝠的狗球流呢，它的弱点在于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多头地狱塔啊。你处理多头地狱塔的话，必须要带冰冻，而且多头稍微多一些，或者法师塔稍微集中一些的话，就没有办法了。像这种一般的阵势处理起来是没有问题的。它的技巧呢是在受到集火攻击的时候呢，下蝙蝠法术，然后同时永王开技能。然后大气球呢，感觉上面的兵力少一些，我赶紧下来去坦一下。那么女王去把狗处理掉。这样的话，大气球应该是直接暗爆的，让气球出来能够处理更多的东西。这个时候呢，是下面角落上有一只电塔角落的电塔对这种流派是没有任何影响的，因为苍蝇太多了嘛，处理阵是没有问题。好，这个阵就拿下来了。那么蝙蝠的狗球流的适合的阵和它的打法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，比较简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更精彩一点的蝙蝠龙流。那么这个阵呢，我们看到是一个集火和主本分离的一个阵，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是有非常多的一种变形。那么现在来分析它这个阵，进攻方呢是这样打的，是首先第一个把双王下到现在这个资源屏的这个位置，完全靠王的走位控制，然后去往6点钟滑到6点钟，然后往9点钟方向走，然后一直清理到10点钟。前戏的这个先头部队呢是8个蝙蝠法术，然后加3只法师，通过走位的情况呢去处理掉整个这么一块区域，包括主本。可以看到就是擅长这样子双王直接这样子滑的，这样子走位的，应该也是擅长用空军的一个人。那么集火的那块区域呢，基本上就是从3点到5点的这一面，然后一直推到10点到12点的这一面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回放。好，他现在在这个单头塔2只单头塔的位置呢，集中的去下蝙蝠法术。所以说这种就是靠蝙蝠来做前戏的话呢，一般都是遇到单头塔的情况。遇到多头的时候呢，蝙蝠是不能用来做前戏的。而蝙蝠还有一种下法，一会儿可以展示给大家看。那么他下双王的这个位置下得非常好，因为离12点钟方向的瓶子更近一些嘛，所以说他只会往下走。如果王的位置没有控好的话，直接走去3点，那这一场整个战斗就毁掉了。同时呢，他还在9点钟开始下法师帮助去清一清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是双王前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建筑了，所以说呢，蛮王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，女王就开始打墙，准备去包主本了。因为这个线路规划的是非常的漂亮。但是现在引出了援军，巴西发生地震，希望他们安全。好，那么在援军和这个小骷髅出来的时候呢，女王赶紧压了技能，就是因为她隐身的技能呢会使攻击她的突然就找不到目标了，这样的话她会去女王就会直接去打主本，而不会去打攻击她的这些小东西。那么说话的时间呢，就是他龙球已经完全下来了。但火龙对这个爆开的小狗是不怕的一团火基本上就吹没了。
那么下一局呢，用电龙给大家展示的时候呢，可能电龙遇到这些小东西就比较麻烦一些。那这个人是对空军的操控是操控的比较好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线路和走位也是完全没有问题，整个一个面打过去，这个也就推平了。那么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是蝙蝠流的第二种用法，就是蝙蝠配火龙的一个用法。基本上线路呢还是稍微需要规划一些的，也不会是太难。那么它的问题是在于速度仍然是非常慢。如果在前戏就是先头部队处理的过程当中遇到比较麻烦的陷阱，比如电塔或者拖时间的一些东西，那可能火龙的时间就不够用了。所以说你在使用火龙的时候有2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是需要有人帮你探一下路，踩一踩陷阱，第2个条件呢是你自己要准备够收尾的兵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讲最后一个组合，就是蝙蝠电龙流。这里首先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下我的理解，就是雷龙和蝙蝠法术，一个是比较特殊的兵种，一个是比较特殊的法术。这2个的组合呢，首先第一个，雷龙本身就是稳2抢3的一个好配置，那么它一打呢就是一大片，蝙蝠呢也是数量太多，也是很大一片，蝙蝠的速度也非常快，刚好补充雷龙收尾不足的缺陷。所以说呢，使用雷龙流的时候呢，蝙蝠是不能放在前戏里面的，所以说把蝙蝠放到后面去放，来补充雷龙收尾的这个速度不足的问题。那么这样依据这个特性呢，我们来看这个阵，我把这个阵分解为3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主本凹陷进去的这一块，这一块呢我是用双王去把它处理掉，然后雷龙呢提前去断一断边，顺便也帮女王呢去打一打这个大的这个资源瓶，那么这一块呢就可以顺利拿掉。然后雷龙呢在另外一边也去稍微断一下边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入场的通道，它不会歪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不会歪了以后，整个的现在我标示出来的这一片就会被雷龙清理掉。而且一个战争基地它也只有5个法师塔嘛，3只法师塔4只法师塔集中在这一侧，那么处理掉是没有问题。剩下还有1个法师塔，那蝙蝠法术是完全可以处理得掉的。这个阵呢基本上也就是这种格局就可以拿下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回放。先下雷龙，然后去把这个大的资源瓶打一打，顺便也提前断边。然后双王呢，其实像这些阵呢还是真的是需要探路才敢这样子才敢这样子去打，要不然前戏双王被坑到的话就完蛋了。当然每个部落里都还是一定要有人舍得去探路，你比如说探得好，能把很多陷阱探出来，然后你如果没有遇到什么陷阱的话，你可能直接探路就探成3星了，那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当然这个阵呢也是蛮有意思的，就是雷龙呢怕防空和单头，刚好它就集中在一侧，然后蝙蝠法术呢怕法师塔和多头，它刚好也集中在另一侧。所以说呢就是确实就是之前网上很多人在研究怎么去防蝙蝠法术，其实你真正要防的话呢还是不容易防得住。好，我现在下了蝙蝠法术去处理那边。那么冰洞呢，如果另外一头是个多头，那就把冰洞下在多头那里。那我把冰洞下到下面2只雷龙那里呢，我的目的是要保护雷龙要存活到最后。你看现在这样子，所有的蝙蝠也不会触发陷阱，但是它打资源瓶的速度稍微慢一些最后会在6点钟的位置和雷龙汇合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阵就很快就拿下来了。所以说这样您看懂了吧？应该还是非常好用的。我再放另外一场，就是同样的一场部落战，也是我打的。但这一场呢，我想放出来以后呢，给大家看一看，就是不处理法师塔的情况下，那么蝙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
那这个我们就不分析了，直接看回放就好了。先下双王，这个援军根本就不用引的。双王把这个先干掉一个法师塔，然后断个边再说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雷龙也去断一断。这样的话呢，打掉法师塔，打掉一个连弩，然后刚好呢也是打出了一个雷龙的入口通道，雷龙会顺着这些建筑往里面走。所以雷龙蝙蝠基本上的用法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最近呢，也是有非常多的人在研究怎么样去防蝙蝠法术的阵型。当然我的看法呢是，你的法师塔还有你的多头一定要摆得非常好，才有可能防得住蝙蝠。但是你真正把所有的这个空军蝙蝠都防住了，你又防不住陆军了。你看现在我是冰住了一个法师塔以后呢，然后下的蝙蝠法术，但是剩下还有2只法师塔，那这样的话蝙蝠就没有把剩余的这个建筑处理完。现在剩了一大堆的雷龙在这里打，当然是可以打完的，就是只要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呢，你就是和时间赛跑了。这个是真的是太慢了，还在打小骷髅，这个郁闷啊！好，基本上蝙蝠的用法呢，就是这3种流派，也是跟大家讲的差不多了。具体的发挥呢，还是要看阵型，然后具体的遇到的阵型，你再选择是使用蝙蝠狗球，还是蝙蝠火龙，还是蝙蝠雷龙。当然我的推荐呢，可能蝙蝠雷龙对阵型的这个瓦解的能力呢会更高一些。当然不同的阵型也看不同的流派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打出好的成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欢迎你在下方点赞和订阅。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呢，也欢迎你及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好吧？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各位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